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天晚上的8点半的直播啊。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课题呢是，最近好多银行都发生了问题啊，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很多的银行发生了问题。现在美国有第四家银行，第四个银行啊发生了问题啊。如果有美国的朋友在的话，也可以留个言啊，你们在美国啊感受怎么样啊？我们不在美国呢，希望能听听大家在美国的感受，美国居民、美国公民、美国市民的感受啊，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信心啦？啊，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好吧？那为什么我今天准备这个课题呢？因为我觉得啊，大家不在美国居住的话，很多人以为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啊，但是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啊，有些已经浮现出来了，有些还没有浮现出来，未来有可能还有更大的问题没有出来啊。我看到刚才留言区也有一些找到的朋友已经打了字留了言啊，说没什么问题的，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几个觉得没有问题的啊。那我个人觉得呢，大家都是比较低估了这一次的问题的存在啊。上一次银行倒闭是在08年的 Washington Mutual，只是一家银行的倒闭，但是这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啊，上次做直播的时候啊，有两家银行Silvergate 还有 Silicon Valley Bank 啊倒闭啊，这个被 FDIC 接管，对吧？到了星期天晚上，拜登政府出来这个保障所有的存款可以拿回来，希望是一般来说不会这样做的啊，不会这个把所有的存款这个保障的啊，因为以前的机制只是保障25万美元已经有机制了，包括那个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耶伦一开始也说不会 bail out，不会这个来救的啊，但是到最后还是搞不定，而且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使到拜登总统要用他的总统的这个 executive order 行政命令来保障所有的存款，而且呢，马上我们听到了这个星期天又多了一家银行被接管 ，Signature Bank 被接管啊，那现在后来呢，就是那个一直蔓延下来呢，到了这个礼拜啊，第一共和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基本上要倒结果还是在拯救当中啊。我们一会儿会看看用什么，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如果不严重的话都不会救，对吧？然后这个还只是暴露了问题的一些症状这个不是问题的根源，只是暴露了问题的这个一些症状今天为大家探讨一下，解释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你看到问题出在哪里，还有潜在的问题可能会发生的话，那我们要做好准备，好吧？我希望它不是最坏的发生，但是我们要为最坏的做好准备所以麻烦大家谁可以帮我做个记录，我们也可以来个弹幕在荧幕上我们是为了最坏的做准备这个 preparation for the worst pray for the best OK，好。那一开始呢，也感谢大家来直播我发现外面呢那些骗徒蛮给脸，给脸，北闽给脸的北闽给脸的有好多的冒牌的那个账户出来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订阅追踪我的 Facebook。还有我的 YouTube 那我在 Facebook 呢，我会经常平时我本人是用 Facebook 多一点的所以有一些什么想到啦，有一些写的文章啦，有一些什么分享的投资的一些买卖的喜悦赚了钱啦，分享啦等等等等都是在 Facebook 我的那个专业 Facebook page 那里分享的大家赶快去订阅我们现在已经有99300多个了看看能不能到10万个之前10万个之前做我的订阅者粉丝的话，有一种优越感，好吧？那当然了 ，YouTube 也是感谢大家，我们的订阅人数也已经超过了124000我还记得在不久的之前答应大家要做个公益课，到了10万的订阅者的话，送给大家一个公益课。
所以最近做了一个公益课给大家啊，那个公益课，如果你有听过的话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得到这个启发啦，得到帮助啊，那当然我们现在订阅者已经超过12.4万了啊，那在 YouTube 呢，我们基本上会星期二拍摄，一个是星期五上传的。一个有后期制作的一个课题独立的课题，中间呢我们也会有一些 YouTube 的 Shorts 短片60秒之内的短片，希望是可以普及一些财商知识。那当然呢，在星期天呢，我们有直播但现在呢，我们也是不是说每个礼拜都要直播了，因为这个通关了嘛，开关了以后，我个人也会周围去旅游一下，所以呢，大家订阅了之后，那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视频的上传或者我们有直播的通知了所以大家可以订阅一下 ，OK。那好，来到了今天的主题那刚才有说过第三家银行 Signature Bank 也已经关门了，对吧？Silvergate 是比较小一点的，Silicon Valley Bank 是第十六大不小特别是它在高科技的公司初创企业里面，它基本上在那个小的市场里面是做到最大的最首选了所以其实它的倒闭会影响很多的高科技的公司，所以这一次拜登是救它了那 Signature Bank 呢，跟 Silicon Valley Bank 是差不多的。是比较是这个东北的像纽约州附近的那些比较 high net worth 比较有钱的人富人多一点的一个银行也是因为它牵涉到了虚拟货币还有债券两个加在一起，所以它也面临了挤兑的问题也是无法这个兑现它的存款的提取那它的客户要提取存款的时候，他做不到，所以 FDIC 也是接管了接下来就算我们以为拜登救了大家的存款，保证了大家存款，问题好像是解决掉了，对吧？我当然当时就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掉。上一个星期天的直播我就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掉，结果这一个第一这个共和银行也开始出问题了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管这个就是那些存款有人在存款就是哎呀，银行小的还是不太可靠了。虽然政府前两家是保障了100%的存款了，对吧？很多人还是担忧也是跟我想的差不多政府不是说每一次一定会救的有人刚才也说了政府会救的，对不对？政府要看如果这家公司的倒闭，这家银行的倒闭没有影响到太大的话，它有可能是不救的那 Silicon Valley Bank 因为它是牵涉到很多很多美国的高科技初创企业，整个初创企业，所以如果它倒闭的话，会影响了整个美国的高科技业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它是救了，对吧？那所以呢星期一开市了之后，很多的存户还是第一个分散存款不要再把所有的钱放在一家银行了，对不对？最好是每个银行放少过25万然后呢多的话就放多几家或者是真的需要的话放一些大的银行里面所以呢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也发生了挤兑的问题但是问题不是在它的挤兑，问题是在它的投资也出现了大量的亏损，而这个大量的亏损不是一家银行，不是5家银行，是普遍的整个银行的惯性的做法。一会儿我会讲一下因为这个在教科书里面我去芝加哥大学念 MBA 的，在教科书里面，在银行界里面低风险回报债券所以呢很多银行应该说是所有银行都是把收来的存款一部分是借给客户，另外一部分借不出去的话呢是去买债券的所以一会儿我讲到银行的时候我会讲多一点，这个银行的问题是蛮大的，好吧 ？OK， 那好了。所以呢，在这上一个星期或者是这个就过去7天呢，耶伦还有那个鲍威尔你看这个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这个货币政策的美联储
两个大佬啊，这两个这个 fiscal and monetary 两个这美国的财政里面，政府的官员里面最高的两个官员呢，都一直在斡旋啊，在找啊。然后呢，再找到了JP Morgan 的 CEO 啊，也是 Jamie，所以人家说三个 J，Janet、Jeremy and 还有Jamie 啊，三个 J 啊，来找到了11家银行。他不是买他的股票啊，也不是入股拿他的股票，也不是怎么样啊，他只是存款存了300亿的存款给 First Republic Bank。OK， 是以后啊，在不久的将来，你过掉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是会拿出来的啊，是会拿出来的。只是哎，现在你真的搞不定了，对吧？这11家银行给了总共给了他300亿的存款，大家可想象一下。问题是蛮大的，这个金额啊，300亿不小啊，300亿就算是银行来说还是不小，对吧？一家银行需要300亿，你觉得 First Republic Bank 是不是唯一一家有问题？绝对不是啊！为什么这11家银行要去救它？因为不救它的话，自己都会出问题啊，到时候啊，自己的损失也不止存款的那笔钱。所以他们现在是逼于无奈啊，来要救他啊，这是很这个当然了，他救了他之后，可能是避免了更糟糕的事情，对不对？但绝对不像有些刚才留言的人说，哎，没问题的，这个每年都有倒闭了，没问题的。如果是没问题的话，这11家银行现在都是缺钱的时候，对不对？自身银行可能都缺钱了，自身银行可能都要过冬了不会在这么样的一个严峻的过冬的时代去拿300亿出来救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OK， 所以问题是蛮大的啊。好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除了 First Republic， 还有没有其他银行也是面对的问题要去救？我觉得是有很多的有可能下一个是200亿，有可能下一个是150亿，你能救多少个？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你能救多少个 ？OK， 那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济学家卢宾尼他说呢，这一个还有一个更大的就是在瑞士的瑞士银行瑞信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 向瑞士的央行上个星期就过去几天借了500亿瑞郎Swiss 法郎，OK，借了500亿瑞郎来救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已经是在欧洲也发生了那Credit Suisse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拍过一个视频讲过Credit Suisse 的问题了，它有这个 Archipelago 的倒闭使它亏了好多钱，还有另外一个 Green Mill 的Green Seal 的一个倒闭它也亏了好多钱，它也是做了好多的衍生工具所以呢也是有了很多的风险的一个 exposure那现在这次美国又有了信心危机拜登政府是保障了美国的存款，那欧洲没有保障对不对？其他国家没有保障所以呢，很多人马上就想到了瑞信，所以瑞信在星期四、星期五股票的价格跌了好多啦，它的那个default 这个 credit swap 也是涨了好多了就是他买他死亡的那个保险也是涨了好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瑞信现在也是岌岌可危那瑞信现在是在找买家，谁会买它？我们听到那另外一家UBS 这个瑞士联合银行UBS 是说，哎，我不要不太想要但是呢，又有人说，哎呀，你要有点政治的任务要把它救出来，要不把它救出来的话，瑞士也会完蛋所以这个 UBS 正在这个纠结救不救它那我们要拭目以待，要看了总之来说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人家经济学家卢宾尼也是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雷曼事件我上一个直播里面说了
现在这个点可能是在 Bear Stearns 如果继续发酵发下去的话，可能成为雷曼事件啊。当然好消息就是有了08年的经验之后，那个拜登是比较果断，马上出来啊。当时08年正好是小布什Bush President Bush 正好要离开 office 反正搞了个灾难扔给奥巴马也好，对吧？所以当时美国是延迟了这个出来做点事情啊。那这次拜登政府明年要选举了啊，赶快出来做点东西，拿点分数我觉得他是做的蛮好的，这个决定是做的蛮好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也是给我们看到总统都要做事情瑞士央行都要做事情这个美联储和那个 Janet 耶伦都是马不停蹄的，这个星期都没怎么好睡觉的在做事情，问题是蛮严重的OK， 那好了，那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一家银行，而是大量的普遍的银行的问题呢？因为我来解释一下银行做生意主要的生意是做什么？它的生意就是一边它收了它的客户的存款。他收了客户的存款要付利息的，对不对？虽然这个利息还算可以了但是它是有成本的那另外一边呢，他拿了这些这个存款之后，他有些是比如说自己借出去的银行要这个 personal loan 了，要 credit card loan 了，要什么 mortgage loan 了，他自己借出去一点点，但是自己借出去一点点呢，借不掉全部的钱。特别是在2020年量化宽松2.0之后，很多的企业比如说venture capital 投了钱IPO 上市之后拿了钱，或者是配股拿了很多的钱，他们手上是很多的钱所以他们都拿到银行里面去存款，银行是钱多了太多了，对吧？再加上这个美国每个特朗普的时候先派1200，再派800。600这个拜登上去再派1400总之派了3次的钱，对吧？金额已经不太记得了那些人拿到钱，有些是花掉了，有些是没有花掉，存在银行里，所以银行的钱是多得不得了，借不出去。这是问题所以以前说，哎呀，加息有利银行了，我说是 bullshit， 加息不利银行，为什么？一边美联储加息的时候，一边它给存款的那个利息的支出是增加了，对不对？你的存款在那里，它要付你利息，那个利息的支出是增加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钱借不出去因为利息贵了之后，人家不买车了，不买房了，借不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他被逼的要去买债券所以他有了大量的所谓的低风险债券这个是教科书里面说的，债券属于低风险的，流动性高，但是低风险的一个那个 securities一个证券那银行呢是不可以炒卖股票太高风险了所以它只能够买这个债券。但是我们回到1年多前短时期的1年6个月这些债券基本上是零利率、零利息所以也没钱赚，对不对？所以他们被迫的要买10年到30年的30年的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或者是10年的美国国债、30年的美国国债。我们看到爆雷的那个 Silicon Valley Bank， 它的平均的收益率才只有1.57%，所以是很低很低的。那去年呢，利率涨上去了所有国债、所有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都涨上去了，所以在这里债券的价格是跌了好多，跌了20%、30%，看你的年期了所以呢，银行是大量的资产亏损，投资亏损，所以使得它资产缩小，它的亏损直接导致了它的股权股本的减少。以下这一点是外面我看了好多的所谓的分析这件事情都没有分析到位的那它的股本减少了之后，它的和股权的比例资本充裕比例是不够了
不够了。这就是为什么 Silicon Valley Bank 需要去募集资金，而不是去借钱。因为借钱的话，它的那个债这个负债还是上升了，它的资本充裕是不够的所以他要去募集资金，不是说他想省利息，利息很低的，不是说他要省那些钱，外面好多人说，哎呀，他要省那些钱了，他怎么样了，他小气了，怎么样了？他是必须要去募集这些资金来填补他在投资上的亏损，使到他的资本充裕率达到同样的那个规定的那个比例以下，OK 以上，所以外面的人不懂这个乱说的所以大家来听七爸爸讲的话，你出去了之后，你的这个经济的知识已经比人家多一点点了，好吧 ？OK， 所以呢，这是一个普遍的银行的问题，不是一家银行，是普遍银行的问题那现在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才涨了那么一点点哦，对不对？2019年是最低的，涨了一点点。已经出了问题了，我们如果看回的话，现在只是回到了2010年，但是2010年之前的都是要比现在的高2007年比现在高，2004年比现在高，2000年比现在高97年比现在高，95年、90年、89年都是比现在的高，对不对？但是你看回现在的通胀。现在通胀是1982年以来的最高，比82年是很高的但是82年之后，现在的通胀已经回到了那个82年之后的最高了，已经是最高了所以也就告诉大家，现在国债的收益率还是不够高 ，OK， 现在国债的收益率还需要涨，还是不够高。原因不是美联储加息，原因是因为通胀太厉害但是加了回升了那么一点点，已经出现了这么大的银行的问题了。问题为什么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出来？是因为在过去40年利息只有往下跌。所以很多的年轻的人，年轻的进去银行里面做的，都觉得，哎呀，利息不可能涨了太多了，利息不会有事的啦，利息只是往下跌的啦，利息涨一涨就会往下跌的啦，太乐观太乐观，觉得哎呀，美联储又要降息了，利息又会下来了，太乐观我过去如果你有看我的视频的话，对吧？我过去1年都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包括在 GMT 里面我讲的更深入，对不对 ？GMT 同学，我说，哎呀，好像现在市场是过分乐观了，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好了，好像这个市场怎么这么乐观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胀很高，收益率还是很低，所以收益率还要大量的上升，但是现在上升了一点点，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现在这个收益率还是没有涨够还是要涨上去的，对不对？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这个买债出了问题，是所有的银行出了问题。OK， 那好了，外面很多人说，哎呀，加息了要买银行股了，我不知道真的是那些人脑袋入水了，对不对？加息的时候要买银行股，我说加息，银行只是一边收存款，它的利息的成本上去了，对吧？另外一方面利息涨上去了，借钱借不出去了，生意难做了，所以到最后他要去买那些国债，对不对？所以不要真的要装备自己，外面胡扯的、胡说八道的人太多了，你一定要装备自己，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或者进了 GMT 来问我问题的话，我给你解释外面那些胡扯，对不对 ？GMT 同学可不可以做个见证好多人是买了一篮子的债券，问我为什么不能买债券或者买银行股好多外面的理财专员说，哎，买银行股不选，你看这个礼拜。跌了这么多，有2家是跌到了0，还有好多是跌了60%、70%都有很多。OK， 那好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先不暂停 pause， 暂停一下银行。同样的问题，我不是针对某一个外面教这个房地产的老师不要以为我整天针对一个老师，不是的但是我要
让我们在我也不讲国家了啊，你们知道在哪里吧 ？OK， 你们知道在哪里，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止一个国家，对吧？但是在某一个国家是特别的厉害，因为在某一个国家，他们有好多的房地产的老师说啊，因为啊，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房地产跌的年代，没有经历过加息的年代，所以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去银行借款。而且那个国家里面啊，可以通过一些手段使到房价做一个假账，100万的楼变成150万，然后啊，银行借20%给你，你就做到 no money down 啊，no money down 不用首付啊，那你就买10个房子、20个房子，涨了之后啊，不就是那个财务自由了吗？对不对？银行与银行之间又没有联网，所以这里借2个，那里借2个，这里借2，这些套路。哎，我都知道哎，但是很危险的。为什么我叫大家不要做？我不教大家，或者是叫大家千万不要做，因为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利息是上涨的，以前的利息下跌的。利息下跌的时候，房地产的价格在上升，所以啊。我在09年是这样做的啊，我在09年也教人家去借钱买楼的，对不对？因为利率下跌的时候，楼价会上涨，而你买了越多啊，以后通胀来了，你还的债的钱就不值钱了，你的房地产上升了，你就财务自由了啊。所以我09年自己也做了好多，也教人家教了好多啊，但现在。他们没有经历过房地产上升的啊，所以我不是针对那些房地产老师啊，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怎么好像攻击人家，不是的啊。所以呢，真的大家，特别是如果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3到4个、5个、6个房子，如果你买的房子做一个功课，好不好？如果你买房子的话，做一个功课，假设突然之间，假设你的房子租不出去啊，你当然也有可能是要租金减少啊。经济不好了，租金减少，这个也有可能。那我们做最坏的假设，大家来做一个练习。如果你的房子所有的单位租不出去啊，我试过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好多我的房子真的是租不出去啊，或者要减租金啊。好了，所有的房子租不出去，你每个月的公款，银行的供款够不够？就你的收入啊，你还在工作啊，做生意啊，收入啊，你的工作的收入够不够你供银行的款？如果不够的话啊，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赶快去做风险管理，好吧？这个是我送给大家的额外的礼物啊。如果你身边有人买了好多房子的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危险的话，记得把今天这个直播分享给他，发送给他，真的是救人的啊。OK，你救了人，会有好报的，好人会有好报的啊。再说一句，我不是针对人家的，我以前也是教人家怎么可以年年买层楼，10年赚1个亿，对不对？我在03年开始啊，我在93年开始就买房地产了啊，我一辈子买过应该有几十亿的房子啊！我不是说买不起楼的人啊，葡萄吃不到是酸的，叫人家不要买楼，不是的。我到18年之前一直在教人家买楼的，18年之后，第一个楼价很贵了，对吧？第二个利息跌到了0了，跌到了还能跌下去吗？不能跌下去了，楼价又这么高，利息又这么低，所以18年之后。我就叫人家不要买，我不再教人家买楼了啊。19年的时候，我自己都开始卖套现了，卖了啊，所以千万要小心，好吧？这是一个资深房地产投资者啊，我就不客气了，不谦虚了，资深房地产投资者，我可以说在香港。我还是蛮出名的，香港是全世界到现在为止还是楼价最贵的地方，我是算买楼买的多的。OK，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除了银行的问题之外，现在银行的问题可能，我觉得很大的可能会使到美联储加息加少一点，甚至提早降息啊。他以前1月份的时候还说他的加息要加 higher 高一点，longer 长一点、久一点，还有 faster 加的快一点啊。我觉得这一次的问题的发生。真的有可能使到美联储啊，我们要密切留意啊。我们写一下3月25号，应该就是下一次这个美联储议息的日期，我们要密切
这个等待那一天啊，观察那一天 ，OK， 很关键的那一天，会不会加息加少了，甚至不加息了？有没有可能降息啊？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降息的问题，可能啊，但是加息可能会减少啊。那如果美联储提早降息的话，或者加息放缓的话，一定啊，我说是一定会通胀回来。我是去年啊，大家回看我的直播的话，我是去年2021年的年底2022年的年初，告诉大家通胀会失控，当时的通胀还是很低，我是事先告诉大家通胀会很低，调整要来了 ，OK， 所以现在同样的告诉大家，通胀可能会复苏啊，除非有一个可能，除非是经济差的不得了。大萧条来了，经济差的不得了，那可能是没有通胀，要不然的话，通胀会复苏，因为你加息加少了之后，如果不用加息，这个通胀就下来的话，美联储之前也不用每次都在加息了，对不对？每次都在升息加息啊，就是因为通胀需要加息升息把它打压下来。那现在美联储一不打压的话，这个通胀肯定会复苏，通胀复苏了之后，美元就会贬值，这就是回到了三大危机当中，美国的国债高得不得了，对吧？如果美国经济一衰退，美国的税收会更糟所以它的国债的问题会更糟糕。第二个就是美元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全世界做储备的货币有些国家已经不喜欢它做储备货币了，对不对？那如果人家对美元这个信心一崩溃的话你看到现在这几家银行可以给大家看到信心的消失是可以很快的，对吧？没有人想到 Silicon Valley Bank 会有问题一天之内，真的只有一天一天之内它就挤兑倒闭被接管，一天才用了一天 ，OK， 所以要来的话是很快的那美元背后是空气耶，各位知道吗？背后没有黄金的，对不对？你拿了台币、人民币、新加坡币、港币，背后还有美金，但是美金背后是空气，所以港币台币、人民币背后是美金，背后也是空气，所以我们是拿了空气背书的一张纸，也不是太好，对不对 ？OK。那还有一个就不要被误导大家去看一下美汇指数还是很高美金对人民币还在涨美金对欧罗还在涨日元还在涨什么还在涨，没问题对不对？不要再被误导了美元没跌不代表美元没有问题，大家看一下真金白银，对不对？问题发生在什么？因为其他的货币背后的储备都是美元要搞清楚这一点台币的背后是美元，港币的背后是美元，新加坡币的背后是美元，人民币背后的日元、欧罗英镑背后的储备货币是美元，所以美金有事情，其他的货币问题更大，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美金是个避险的地方，明白吗？避险的地方就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把钱放到美金里面去避险。因为美金有问题，其他的货币问题更大，所以美金一到问题来的时候，美金会涨。OK， 好了，我们看一下，不要看有更大问题的其他的货币，真金白银，上面那个是黄金，最近涨了，是不是很快涨上去？对不对？右面那个是白银，也在涨上去，所以我们回到了真金白银的年代，都在涨上去，就是告诉大家，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资金，已经有 smart investors 聪明的投资者，包括央行静悄悄的开始把他们手上的钱换成真金白银了那当然真金白银这个是其中一个资产，其中一类型的资产，对不对？好了，我相信真金白银的我是蛮喜欢真金白银的，
我个人觉得纸币是很有问题的啊。那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不喜欢比特币的，我不喜欢虚拟货币的，我觉得整个比特币虚拟货币好虚的，摸不到了，到底在哪里，对不对？我个人不喜欢的。但是这么虚拟的货币，美金出问题了，它都在涨上去啊。虚拟货币比特币又回到了27000，又回到了27000，曾经在16000啊，FTX 爆的时候才16000、15000了，现在又回到了26000了，对不对？不是 FTX 爆了吗？不是那些虚拟的交易所开始有问题了吗？不是那些Silvergate 的银行都没有了，那个资金出入都不方便了吗？为什么虚拟货币再上去啊？大家看一看，这是一个警钟哎，不是叫大家去买虚拟货币，我是不相信虚拟货币的，但是这是个警钟啊，就是很多人宁愿把钱去换成虚拟货币或者真金白银，都不愿意拿着钱来。对不对？你想想看，你现在拿的钱放哪里啊？放家里啊，被人家打劫啊，家里可以放多少万啊？对不对？好了，放在银行里好危险啊！这就告诉了大家了，很多的有钱人、富人呢，他们不是25万，他们是可能是2个亿了、1个亿了、1000万了、250万了，他们钱放哪里呀？能有多少家银行给他25万来放啊？钱没地方去了，对不对？钱没地方去了。当然，你看那个债券啊，现在是债券出问题，但是债券的收益率下来，也就是说，最近好多人去买债券啊，好多人去买债券，钱不知道放哪里，钱现在是一个不想要的烫手山芋啊，是不是？hot potato 啊，不想要，想扔掉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在后面那所以呢，还有一点啊，很多人很关心了啊，或者很多人很看不起中国了。你说美国做的这么糟糕，你人民币怎么办？中国怎么办？人民币怎么办？中国没问题了吗？对不对？我正好也有一张图，对不对？中国我们看一下，债券已经有问题了bank asset 多数是债券已经有问题，但是中国的银行没有太多的这个发行这些衍生工具。美国的银行要赚钱，有了很多的衍生工具做了出来，而这些衍生工具一旦这个市场有波动的话，衍生工具是一个风口是一个风险的这个 risk exposure 风险的这个窗口OK，所以相对来说你看看中国的银行相对来说相对好一点当然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是出在去年中国的内房问题不是说没有问题时间点是错开了。中国的去年是好大的问题这个当然我去年也说过，中国政府还是有能力控制的当然我觉得美国政府也是有能力尽量控制的但是不是说一定会发生所以讲到这里还要安抚大家一下，不是说一定会发生，对吧？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什么叫风险管理？你知道一定会发生才去做的话，那不叫风险管理了，那叫逃命了，明白吗？风险管理就是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发生了怎么办？万一就是10000个机会里面只要有一个，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Silicon Valley Bank 被挤兑，就是那个1/1000的风险，结果它倒闭了。Silvergate 银行它的那些所有的虚拟银行虚拟货币交易所撤资、倒闭和撤资，也是万中无一的万一。OK，Signature Bank 也是万一，现在正在发生所以大家包括买了好多的楼啦，你的工作有没有有机会会被裁员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 scenarios 情景的一个万一，好吧？所以我不是来恐吓，有人说标题吓人嘞
我也不喜欢吓人的，我更喜欢说是10倍股啊，机会在哪里啊，成长在哪里啊，对不对？但是我不是一面倒的悲观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因为很多的人低估了问题，好像不看它就问题不存在，对吧？所以是低估了，少做了风险管理。我希望大家做多点风险管理，好吧？好，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再被误导了啊！现在的问题不是美联储加息了，好多人说，哎呀，美联储加息了，使到那些银行出问题了，不是的。你看一下这个叫债息图、孳息图 （yield curve）。yield curve 告诉大家我来告诉大家美联储控制的是叫隔夜贴现率 （Fed Fund Rate Discount Rate），OK，是隔夜的你不够钱了，去美联储借一个钱，他收你多少钱？是隔夜的利率，是最短期的利率。OK，美联储控制的只是最短期的利率，而市场现在银行出的问题的是长年的10年、15年、30年国债的利率涨上去，跟美联储控制的利率是两码事、两回事。明白吗？不要再被误导了。全世界好多人都，哎呀，美联储加息了，使到银行出问题。不是的美联储加息使到它给存款的利率涨上去了，这是有影响的。但是它现在出的买美国国债跌下来，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去，那个不是美联储控制的，那个是市场里面自由经济、市场经济 supply and demand 通胀来了。通胀来了，人家到现在还是负利率现在美联储的美国国债的10年、5年、10年的利率还是要比通胀低，还是负利率，对不对？就是在通胀的时候，那我的钱我不存了，我要花掉它了，对吧？明年就贵一点了，在这个时候需要给更高的利率来使到那些人把钱存在银行里，而不是拿出来去消费掉。所以利率第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通胀，第二个当然是资金的需求经济好了，谁都要经济要资金出去投资啦，买设备啦，开店啦，或者是去消费啦，所以经济好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会上去。OK，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孳息倒挂、债息倒挂是预测的经济的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人家预期下来的话，消费者不消费了公司也不投资了，不买设备了，不扩张了，所以对资金的需求下来了，所以这个收益率下来了，明白所以这个长期的国债的收益率是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和供应来产生的市场利率。美联储不是控制那个利率的所以呢，美联储现在降息，并不会使到美国的市场的长债的利率下来，长债的收益率下来，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美联储降息只能使到银行付少一点利息，而不是解决他们资产投资亏损的一个问题。不要再被误导了所以来听七爸爸听了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外面的人都是白痴，都是 bullshit，OK，所以这一次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不是美联储加息，我去年5月份就讲了，真正的我在5月份讲的去年5月份，真正的问题是在缩表 quantitative tightening， 缩表量化紧缩。他把资金在市场里面抽走，市场里面资金抽走了，钱少了。我们刚才讲过 ，supply and demand， 资金的供应和需求，供应少了，需求在那里，利率、收益率就上去了，明白吗？这叫经济学101经济学101 ，OK， 这么简单的东西，外面的很多的所谓的都没人讲，是不是没人讲？是不是没人讲？对不对？我不是个经济学家但是我讲给你听的东西是应用的出来，对吧？所以真正的问题出在缩表。OK，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美联储的 discount window borrowing 叫贴现窗口借贷，就是银行需要钱的话，跑去美联储借钱，这个数目要比08年金融海啸厉害。要比2020年新冠疫情厉害，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借的钱是多少啊？是150多个 billion 啊，美国的，这是 M0 啊，M0啊，就是经济学里面啊，银行又会通过它的杠杆放出去放大10倍啊，它这个是从源头借了150个 billion 150个 billion 不得了的钱啊，美金哎 ，OK， 好了，所以我们看到量化宽松 3.0 开始了。我们现在从那个量化宽松 3.0 啊，左上图刚刚有一只脚开始了，对不对？我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啊，我在拍这个 YouTube 的时候，我说，哎，这个量化宽松静悄悄这扇门又打开了，我还没看到这个数据。我在拍摄那个 YouTube 视频的时候，这个量化宽松这道门打开的时候，我是推算出来的，凭我的理论逻辑推算出来的。哎，这张图最近才出来最新的图出来了，那只脚是不是又上去了，对吧？右边那个脚是放大了，近期的放大的啊，左边那个是从08年到现在，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去年我告诉大家，缩表开始了，要跌了，真正的大跌要开始了。债券有没有跌？债券跌了。股票市场有没有跌？还是跌了好多。最近一两个月又好像乐观了一点，对不对？但是量化缩表啊，量化紧缩是真正跌的啊，这个债券市场就跌了好厉害了，对不对？如果 Silicon Valley Bank 去年看了我的 YouTube 了，就不用倒闭了，是不是啊？OK，Silicon Valley Bank 就是没有看我的这个 YouTube 视频啊，你看是不是啊？好了，现在最新的量化宽松 3.0， 叮叮叮叮叮叮叮，敲钟了，来临了。我是第一个告诉你们，量化宽松 3.0 来临了，给自己一个拍拍自己肩膀啊，我好幸运啊，今天来到这里啊。我是第一个告诉你，你出去看，没有人告诉你量化宽松 3.0 来了，我是第一个告诉你的，对不对啊？我来给大家看看啊，09年的时候我在敲钟了，叮叮叮叮叮，量化宽松了，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量化宽松了，我在说啊，政府印了大量的钞票了，买债了，货币供应了，买楼了，买楼了，买楼了，当时真的。当时新加坡听的我的买楼的人，现在在教房地产；马来西亚听过我课程的人，现在在教房地产；香港听过我课程的人，好几个人现在在教房地产。OK，我当然自己也买了好多。到了18年，我告诉大家不买了，也不教了，对不对？另外那些老师还在教啊，不要紧。OK，那当然我不会开名字的，人家赚钱的嘛，对不对？我不会去抽水的嘛，对不对？人家本事，人家在教啊，我不教了。OK，听了我课程09年、10年、11年、12年、13年、14年、15年，全部赚大钱，全部赚大钱，财务自由绝对没问题。OK，量化宽松 2.0 啊，这时候我们有 GMT 了，对不对 ？GMT 里面我说了啊，下面说过啊，2月份的时候叫大家避开，我说新冠疫情没有反映在股价里了，快点走了，对不对？到了3月份。3月底的时候我就说可以捞底了，到了4月份的时候我马上回来说，现在量化宽松 2.0 像喝了红牛了啊。By the way，所有这些 GMT 的东西，我欢迎大家没有参加的参加 GMT，我们所有的coaching 都放在我们的会员区，你们可以回看2020年的4月份啊，看看七爸爸有没有我有没有吹牛啊，全部在的，对不对 ？GMT 的同学当然已经可以回去看了啊，没有进来的回去看一看，是不是我讲过，对不对？到了7月份的时候，我说量化宽松 2.0 来了，牛3来了，结果我们找了不止10个啊，涨了1倍、2倍、3倍、4倍。当然这个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就叫大家退伍进一，卖掉5个才买一个，卖掉5个才买一个。到了2021年的12月的时候，我说哎呀，未来的黑天鹅多得不得了了，通胀加息减这个缩表减债现在叫缩表，当时叫减债和加息带来股灾，是不是讲在那里，对不对？
结果这个3月份的时候美股反弹了，我说这是最后的逃生门，没有走的快点走啊，然后说这是个牛陷阱啊，到了6月份又反弹的时候说这是个牛陷阱，而且告诉大家真正的大跌还没来，对不对？所有的有些在 YouTube， 有些在我的 GMT 里面讲的更深入啊，所以量化宽松 2.0 我叫大家找10倍股，我们找了好多个涨了1倍以上、2倍以上、3倍以上的股票啊，现在我们来说啊，怎么来配合用，对吧？很多同学已经看了我的这个选股5部曲这个投资股票的框架啊，你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在这个留言区放一个链接，好吧？有看过的同学再回去重温一下功课。牛熊周期一定要看对，现在正好是在我觉得美股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到熊三美股有这个可能 ，OK， 到了熊三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不能够乱买，不能够乱买，一定要找爆升的行业，因为我们资金有限，我们一定要把握有限的资金放在爆升的行业啊。现在我教大家如何应用选股5部曲没有看过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好吧？那找到了爆升的行业还不够，我们资金有限，还要找到10倍股。10倍股是个名称啊，就是它会涨了好多，涨得比人家快，涨得比人家风险更低，不是拿了风险去，不是贝塔高了，是拿了 alpha 有一些好的，所以这个整套东西我在那个10倍股投资秘籍里面整套东西都给了大家所以一定要有系统的一步一步的来找，你都能找到的，大家都能找到的这个课程推出之后真的蛮多学生上了课他们也是蛮好的成绩 OK 所以呢最后轻松一下好吧，文心一言。是不是文心一言没讲错是吧？我经常调转了手百度的文心一言出来了 OK， 那我去问百度，我说哎，你来给我画一张图这个暴风雨来临了，我们如果要大海航行的话要做好风险管理给我画一张图，他就给我画了左边那一张图，然后我说写一篇文章，说明为什么需要学习投资股票，而不是不学，不是乱买，不是避免学习他就写了这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写了好不好我最主要的我重点还是用我的方法来讲了投资很重要，你不能不投资因为不投资的话，你的钱放哪里？放银行更危险了。放了股票的话，你还是做了人家的股东，对不对？放在银行的话，银行倒闭了，你钱就不见掉了。投资的话，你还是可以分散投资投资好的股票，不要倒闭的股票，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学习求知是更重要的。很多99%的人来问我股票，这个能买吗？那个能买吗？基本的概念都没有，这个是肯定会输钱的所以真的要学习，好不好所以呢，每一次都是教大家学习，不是要卖课程你卖课程，当然你的钱会使到我们的制作团队做更多的财商教育的这个视频或者教材出来当然是感谢大家，但是我真心的感觉到你们是这个需要学习的，好吧？所以呢，免费的左边那个如何可以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方法10个关键，我做了一个70分钟的课程这是答谢YouTube 的到了10万订阅者的一个感谢的礼物所以呢，暂时这个课程很有价值的，但是因为感谢我的粉丝10万个订阅者的粉丝，所以暂时还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找到链接，马上学习。当然，如果你不想等了，马上要跟我在全世界股票市场和趋势当中。我们未来有3个大的趋势，在这3个大的趋势，全世界一起来找投资的机会的话，那参加 GMT， 我邀请你，你会进来的话，你会觉得要比上个 MBA 更有价值，好吧？好，我们看看现场观众有没有问题大家也可以趁现在来报个名 ，OK？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Q13代表股票大牛市来了吗？我觉得当然这个未来是没有发生，什么可能性都有我觉得现在是像2020年的3月和4月的时候，2020年3月和4月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量化宽松2.0来了，开始买债了，开始政府发支票了，对吧？所以现在有点这个迹象啊。那当然了，美国我觉得现在资产还不便宜，其实爸爸很喜欢便宜的啊。相对来说我是把焦点和资金放在目前我随时会转的我觉得美国还没有到时间，我在留意，我一直在留意。但香港啦、中国啦、香港啦，有些股票也不是随便买的但是有些股票我现在跟 GMT 同学分享了，大家都很兴奋，都是在 GMT 分享之后大家我们有马上投票马上讨论，都是很兴奋的，好吧？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好好的把握机会，我觉得现在是个机会。OK， 好，黄金未来怎么看？我觉得黄金呢，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地方去投资的话，那作为一个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货币里面比如说港币背后也就美金，对不对？所有的放在货币 cash 的话那如果真的这个当然这是万一，对吧？但是黄金本身没有利息的就是不会不是一个生财工具，只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另类的价值的一个放的地方。我们的财富放在黄金里面，不放在纸币里面，作为一个分散风险那我个人有一些黄金的矿开矿的股票，作为一个生意，我还是喜欢生意的股票多一点那但是黄金现在价值是多了，好吧 ？OK， 那我们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点这个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话，或者参加 GMT 的话马上加入，马上就能看课程，继续学习，好不好？机会永远是给学了提升了装备了自己的人你的未来的财富一定会滚雪球的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金钱滚滚然后人生智慧的提升，人生5行样样都要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